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这期我们探寻 Pi Network 在慈善事业中的使用可能性，分析现有慈善事业中的痛点，Pi 能否解决这些痛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确认叙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恩。我们先来看一下区块链的历程和实例应用的一个综述。在之前的内容中呢，我们提到过区块链思想早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直到比特币出现，让这一思想更加具象化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逐渐的，对于区块链的应用也不再笼统地体现在思想的应用，而是开始出现不同的区块链开发语言、不同的共识机制，向着多元化发展。发展过程中，由于首个应用于加密货币的原因，这项新的事物被资本影响的也越来越多，而不及时的监管让几次空气币的势头过猛，形成乱象，最终造成了如今的币圈。在世界发展中，经济实力又是个人不可忽视的一项标准，而被资本青睐的过程中，让区块链更加快速地普及向全球的民众，与个人技术、学业背景等等无关。从这点看，其实这个过程对于区块链的普适发挥了正向的作用。众所周知，大多数区块链应用采用分布式账本，通过使用密码技术记录和保护数字资产。该技术通常被用于加密货币网络，但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安全的性质也使其拥有了成为其他行业强大工具的可能性。综合来看，通过消除对中心化的信任和高成本的安全性需求，区块链提高了效率。此外，去中心化网络可以配置为透明的数据库，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访问。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块链技术能够创建去中心化和保障数据一致性，进而也就可以为诸如慈善行业、供应链、医疗行业等等行业组织改善性能，提升安全性和效率。然后我们来看现实慈善行业中的痛点。慈善事业因缺少曝光度和透明度，责任问题不明朗化，以及能接受捐入渠道的有限化，往往很难成功。世界各地的许多慈善组织都在努力应对资源管理、运营透明性和有效治理方面的挑战。那么，区块链技术无疑可以帮助慈善机构优化资金授予和管理的过程。例如 ，Blockchain 慈善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待遇，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慈善事业。最后，我们来看 Pi Network 在慈善事业中的可能性。我们在结合 Pi Network 看之前，先来简单看一下数字慈善对于慈善机构和捐赠者的优缺点。优点方面，第一，完全的透明度，每一笔数字货币的交易通过区块链数据都是可追踪的。如此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能够鼓励捐赠者们进行捐赠，同时也能大幅度提高慈善机构的信誉。第二点，全球化和去中心化，大多数区块链网络都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它们不能只依靠一个中心化的政府和机构来进行运作，因此善款能直接从捐赠者手中转到慈善机构。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全球性的交易变得简单可靠。第三，数字协议，区块链使得电子数据的共享和存储变得更加简单，它也可以被用来保障重要文件和合同不能被随意篡改。第四，降低开支，区块链技术具有极大的潜力，能够简化慈善机构的管理方式，自动化运作流程和减少中介费用。第五点，减少税收。拿一位美国捐赠者来举例子，如果他用比特币捐赠了一笔善款，慈善机构能够全额拿到这笔钱，因为不需要付税。除此之外，捐赠者也能向政府机关申请高额的赋税减免。当然了，随着这个
现在政策慢慢的改变，将来这些加密货币交易可能也会收一定的税。然后我们来看缺点。第一点，价值波动。除了稳定币，大多数的数字货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通常会产生较大的价值波动。第二点，安全性。如果善款的私钥丢失了，那么善款也就丢失了。同样，如果私钥保存不当，那么就会有人通过获得私钥窃取善款。第三点，公众认知。大多数人对于区块链技术觉得晦涩难懂，很多有捐赠意向的人对数字货币缺乏足够的基本认知，他们也不相信这套系统，也不会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捐赠。看完了以上这些优缺点，我们再来针对性的对比 Pi Network， 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我们先从优点方面来看，可以综合成一条来看，其实这些优点，也就是慈善行业对于区块链的需求，其实是一条正规的公链，以公链为前提，公开的透明性、去中心化才能得到保障。而 Pi Network 作为未来全球分布最广泛的公链之一，无疑是可以满足慈善行业应用的这一条件。而优点中的第三点，数字协议，既要求是一条公链，同时也要求是一条生态公链。Pi Network 很好的满足了这一点。随着区块链的发展，认识到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多，资本的影响占比会逐步缩小，而实用需求的影响占比会渐渐扩大，进而两者共同影响。缺点方面，对于第一条价值波动来说，既存在又不存在。大多数数字货币产生波动这句话，我们长远的来看，由于通缩机制的存在，以及实用价值和资本价值，其实又都可以理解为价值可持续存在。而 Pi Network 更多的将会表现在生命释放机制和实用经济生态应用价值两方面。第二条，安全性这点上，以现有消息来判断，Pi Network 将来可能会结合首先实行的信任度来解决私钥保存的问题，让私钥保存更加安全可靠，甚至以此实现私钥找回。第三条，公众认知。以个人目前的观察， Pi Network 在扩大用户群这点上，完美的借助社交属性，同时实现民众彼此讨论，最大可能的提升公众认知。高昂也是在接触 Pi Network 以后，才对区块链真正的去慢慢了解，而非停留在区块链就是比特币、以太坊这种简单认知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Pi Network 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均有实际用户，对于慈善机构的线下实操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另外， Pi Network 作为生态丰富的公链来说，对于慈善机构的线上宣传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甚至不局限于普通用户捐款，还能更好的连接其他参与生态的公司机构，进而互相合作。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内容，接下来几期内容将会继续结合实例分享 Pi Network 在供应链、物联网等等行业应用可能性。高安总算忙完了其他事情，精力也可以放回到自媒体这边一些了。欢迎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电报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获取高安最新的个人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如果对交易市场感兴趣，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我是高安，下期再会吧，拜拜。